嗨，大家，今天又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包包的改造了。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可以夹一个蕾丝，让它有这种镂空的感觉的托特包。另外一个是嘎吉德亚加一个斜背肩背的一个背带。好的，接下来这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仍然是包包的各种创意吗？就跟大家分享我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这两个包包，这个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图案的，很素的黑色的包包。我想要在上面做一些蕾丝的点缀，想到的是就可能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设计，可能是蝴蝶结吧，还没有想清楚，但目前想到就是蝴蝶结，然后做一个蝴蝶结的样子之后把它缝上去，然后在后面剪开变成镂空的，就是透过这个蝴蝶结，你可以看到包包里面的一些颜色的或者是东西。嘎吉德亚，这个是我妈好像是去哪里买菜的时候，那个老板娘直接送给她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图腾，我就问我妈可不可以给我，她就说 OK。这个其实已经跟我来美国非常久了，但我一直很少把它拿出去用，我大概只拿出去1、2次而已。一来是它的这个手提袋感觉非常的小。二来就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搭配的方法，然后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斜背的背带给他。这个是在永乐市场买的，叫在联兴布行。这个是上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金站附近的一间小店看到，然后就觉得这跟就是传统的这种图样非常的。就是那个感觉非常的传统，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想说就把它做成背带的装饰。然后这边有一个类似这个名字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它可以调整背带的长短。然后我要做的是就是直接缝在两侧，如果这一条够长的话，就用这一条来做，希望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这样子的背带。然后就可以侧背、斜背，或者是就是比较容易让我拿出去的那一种背带。好，我们就开始吧。首先要先把这个布料由里往外翻，然后要把侧线这边的线全部拆掉，包包打开，这样才能方便缝接下来要缝的这个蕾丝缎带。让我花点时间把这个侧线打开。好啦，我刚刚把侧线拆开了，然后确定底部在这里，就可以开始摆放想要的那个样子了。好像可以哦。好，然后我先用可以被熨斗用烫过的那一种大头针固定一下，然后全部烫过就可以去缝了。看不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蝴蝶结的样子？然后另外一边我弄的是一个心，就剩下来的缎带。那接下来就是沿着这个边缘弄一条平针，然后内圈也是。这边其实可以用自由压脚用一般的压脚就好了。试了一下之后，我决定拿出自由压脚来试试看，但是因为没有先粘贴上去固定上去，所以缝的时候还是很不顺利。我又把它换回原本的那个一般的压脚了。完成了。中间的部分我本来以为应该要先固定，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希望它镂空，所以应该是要就是留着中间的部分，我只沿着外缘缝就好了。就是中间镂空的部分最后还是要剪掉的，所以先不要缝，等到把后面的布料剪掉之后再回去缝过就是重叠的部分。紧张了，现在要开始剪布了。要非常小心，不要剪到蕾丝就毁了。哇！先做这样，然后来想个怎么收尾的办法。往内翻折2次，只能对付缝缝比较多的地方。另外一种做法，不收边的状况下，之字形去直接缝过这些布边，就是往内翻折之后的，让蕾丝跟布料重叠的部分大概有0.5到1公分之间。那我就花点时间把这边全部剪开，另外一边的爱心也是。
我要去煮饭了，大概就只能录到这里了。晚上有时间我把这边弄完，剩下的就要等到明天了，还蛮期待的。早安呐，刚起床，头发非常的乱。总之，昨天晚上因为灯光很暗，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录了。但我把蝴蝶结的那一边做完了，长这样，加。觉得蛮有感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过程要怎么做会比较顺利。昨天大概就是做到这里嘛，就是把它翻过来，然后这个之间就是蕾丝跟布料之间还留了一点点的距离，然后我说要在整个边上直接之字形，缝出来会长这个样子，最后再用剪刀修过边，让它看起来比较整齐就可以了。然后蕾丝重复的部分，我后来没有让它有任何的支撑，但是就是用之字形一直来回缝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想象中脆弱啦，最脆弱还是这种比较单一一片的这个样子的地方。尖角的地方就是先把尖的地方塞进去，然后两边再折起来，然后需要转弯的地方就剪一些小开口，但是不要剪到底。然后像这样子的小弯角就觉得还好，所以布料可能会有一点点隆起，但不会影响到整个看起来的样子，顶多最后再用熨斗烫过去就好了。调整成之字形，昨天我没有记错的话，针宽是2.5，针长是2。在操作的时候，我认为先缝外圈再缝内圈，缝起来会比较顺。另外一个比较顺的是大头针都是往蕾丝的方向别过去，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多余的缝份剪掉，看起来就会整齐很多，贴近就好，不用太直接剪在缝线的感觉。现在就是把重叠的蕾丝的这些开口再缝之字形把它缝合起来，尤其是比较不平整的地方，因为是同样颜色的线，所以看起来不会太明显。之字形同样也是给它弄到2.5跟2，然后就可以把两侧缝线缝回去就好了，完成了。有一种很随性，但是又蛮精致的感觉。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帆布袋，有一种不经意的，但是又很想表现的，不错不错，我觉得很美。这边是爱心，这边是蝴蝶结，刚看有清楚，好像真的不错哎。可以看它里面装的东西，但是布料本身是蛮软的，所以如果没有放一个比较大的资料夹的话，好像就很难撑出来让大家看得很清楚。但看不清楚的话，自己也没关系，比较低调吧。我里面放了一个银色的资料夹，这吧，还可以还可以。第二个包让人紧张了，这里先放旁边。我想要先知道这个背带有多长，我可以用的有多少。24、70，好像 OK 哦。我其实还蛮担心，就是针没有办法好好缝过这一个布料。我想要先拿去测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要再重新买针，可能又要再等1个礼拜才能得到适合的工具。让我先去尝试一下，紧张了，好像蛮划算的耶！哇，开心哦！就是它好像蛮鼓溜的，然后它就会刚好跑到它的缝隙里面。外面在施工很吵，但是这样就没有新鲜的空气。既然可以这么顺利的话，变傻眼啊！好紧张哦，我不知道怎么办。真的要做这个改造吗？会不会太突兀了？开始怀疑自己。等一下，突然想到，除了这个袋子之外，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然后它比较没有那种花纹，我不想要把它原本的这些装饰拿掉，因为真的蛮好看的。如果要做我想法里的那个样子的话，好像就会跟这个打架。我试试看好了，稍微固定一下，然后看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大概长这样子。好像不错哎，背带感觉可以再长一点，好像不错哎。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哇哇哇，就是这个感觉。我先把我要的长度先计算出来，然后就可以开始先做装饰。刚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把它的手提袋拿掉了，我还想说这个手提袋反正是给大包用的，说不定长度够给小包做一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可能啊。但我要先去煮饭了，所以之后再来想要怎么加装饰，然后到时见。
已经过了1-2天的样子，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个感觉跟形状，突然好像就开始撞墙了。刚刚先固定了上缘，然后旁边打了蝴蝶结，按照原本的计划加了这个背带，然后把旁边的这边折起来，但是就是少了一点什么的感觉，所以我决定不要再耽误自己宝贵的时间在那边想破头，所以我决定把它挪到下一次如果有类似想要做的议题的时候再来碰这个包包。有时候就是想得很完美，但是做的过程中就是一整个不对劲，与其这样一直鬼打墙下去，不如先把已经做好的东西先剪成影片，不然又要开始怀疑自己，到1个礼拜、2个礼拜就这样过了，好像不值得自己这么做，所以要醒过来，把自己打醒，不用真的打，这不是我要的，就先放下。好，我现在回来看这个，好像可行性蛮高的，就用它原本的，刚不是说要放弃了吗？结果这样回来看，用这个做好像可以耶，可是它不是这个宽度，侧背这样子就还蛮可爱的。然后如果可以调整长度的话，就可以斜背了。然后就可以低一点，这样好像不错哎，又绕回来这个原点，结果真的被我找到了，我居然有一整套的，而且是刚刚好宽度的，老天鹅，好感动哦，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或者是不用就直接把它缝死上去，然后这个可以留着下次需要再做什么的时候，没关系，这可以留着哦，好感动，我只要这个就好了。这个尾端现在有点闭切了，先折起来一点点，然后先缝一个固定的在这边，把它的缝缝藏起来，然后闭切的都全部剪掉。我故意对齐有黑色部分的线，但碰到一点点花纹其实也没差。哦，可以呀！哦，我以为没戏唱了，开心。好，刚缝了上缘，现在缝下缘，把这个固定在这里。另外一边做可以调整，里面很丑就是了，不要看。可以，远远看其实看不出来，这边有一排黑色的线。来量一下这个长度，然后看起来好像这样可以，所以最长到这里，做个记号。然后如果想要侧背的话，这里这是最短的，等一下这边就直接剪断，留一个缝缝，缝起来，然后剪断。剩下来的这一段要做成可以调整长度的，就是放这一个的，穿过去，像在系皮带一样，在6寸左右的地方先缝一个，在这边固定起来。我换个线好了，说不定看起来会比较正常一点。有 this color， 正面对正面，然后帮它们收尾之后，再缝到包包上，回原本的压角。刚刚是用拉链的压角，豁然开朗哎！我已经卡了2天，刚跟 Sam 通了一个电话，在无奈之际，居然突破了。然后翻到正面，然后这样就等于是帮它收边了，然后塞进去一点点。可以固定在包包上。当初第一个做出雅基德亚选择这些颜色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好的，这边这样就做好了。侧背的长度有点好笑，真的会有人这样去买菜吗？最后帮这一条背带收尾，把多余的剪掉，翻折2次缝过去就好咯。So cute， 太可爱了！还有这个，嗨，有没有人这样去图书馆？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哦，太可爱了！哇，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就是一个小梯形的这个形状，所以如果下一个有机会的话，把它改成梯形的，我觉得应该会不错看，好可爱哦 ！I like it， 原本的样子，然后现在多了背带，侧背也很棒，可爱，放前面。So cute， 好想再做一个哦。侧背好像可以上山去采个药草，或者是什么捡个葱再回来，成功。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